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世坚，谢宇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备超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有之，大家好。好，那明天可能会有台风侵袭，好不好？已经发了海陆警报。那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要做好防台一些相关的准备。那因为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本来预计的是明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延押庭明天要开，那会不会因为台风的关系，那这个延押庭会不会延呢？当然呢，包括北院、北检各方面也都会讲说，当然后面有预留一些庭期相关的一些庭期的准备。可是这个延押庭关系到的是，你看到在上礼拜的时候，民众党那活动里面直接要求放人，而那个放人过程跟这次北检申请人延押之间，两边各自积蓄了这所有一些能量。当然，人卷有一个指标嘛，大家就看几个本来被压的，好，沈晶晶延押是，那应小薇延押，彭正生延押，而且理由是说他没有完全据实陈述。本来大家都以为彭正生就是你问我讲嘛，就上面交代啊，奉交下类似这种，但看起来也是这样延押。对柯文哲主席来讲，这几个如果延押，当然一般来讲说会不会延押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可是即便是这个样子吧，这所有这些对未来来讲会有什么影响？这当然，因为大家高度指标，第一个是沈庆金啊，哈，因为沈庆金目前为止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背职务行贿罪的这个部分呢，你看哦，事实上检方还提出来跟同案被告有串供的事实。那这句话呢，事实上有串供的事实的，在过去几个包含到应小薇，甚至像彭正生这些，事实上呢，也都有包含到类似像这个彭正生他与共犯的犯意联络啊、行为分担啊这些东西，都还没有说清楚。所以现在看起来确实啦，因为三个人包含到应小薇刚刚讲彭正生跟这个沈晶晶，到目前为止3个都延押了。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其实我老实说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因为彭正生的身份是叫做台北市的副市长，那他其实因为他是涉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主管监督事务的图利罪，是不是副市长有权利在所有的这些事项里面，他就自己就决策了？还是他上面有一个最大的老板叫柯文哲？这里面当然检方必须要去验证啊。不过如果从这3个人现在看起来都延押的状况来说，你说柯文哲有没有可能会不被延押？只有一个可能性，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红开了因为台风天嘛，因为根本不开延押庭就明天没开嘛这最多有可能是这样啊。不过因为社会瞩目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还是要看，那检方还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去作为调查但是因为这个礼拜事实上有一些的这个转折啦包含民众党的这个朋友呢，这个徐府跟陈志涵呢，去上了直播嘛那上了直播就是再次的认为就是说帮柯文哲入了这个徐府的梦然后陈志涵把那个阿北的那个赖的讯息把它置顶然后一直在看说是不是好像自己事情没有做完还什么之类的但他们要表达的是他们对柯文哲的思念之情但是司法有的时候不是思念之情的问题包含到他们在这个集会的时候说不放人刚刚主持人说不放人不放人要怎么办我们就冲就干嘛的那美国大选这2天，他们在那个美国那个草皮那边一大堆人在，那就想到几年前他们那个川普不是带人也要去冲那个国会征收，有没有可能这样做？我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我比较倾向认为说理性的人还是有啦因为在选举对不起，他不是选举虽然我一直听那个音乐很像在选举场合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当然会有一些很激情的言论。但最少到目前为止还好看到的是集会结束完了之后就没有了没有后续到目前为止没有，是不是在等待能量说延押庭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我真的必须讲其实你说这个沈庆金甚至像这个彭正生或者是应小薇，如果再包含像朱雅虎这些事实上都是在这个案子里面都其实都是被告嘛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对于柯文哲的被质疑性其实没有那个徐子瑜来的大因为像现在看起来还有包含徐子瑜的这个说什么他的这个什么 Google 的行事历被破解那老实讲，因为徐子瑜的身份他一直连人都留在日本嘛，他也没有出现那以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来说事实上是不是有办法去做这个所谓的远端破解？我就讲一个，比如说之前大家不是知道说这个检联不是有兵分好多路嘛，后来不是讲说有47路去大搜索那如果大家现在像我自己本身也有用 Google 行事历啦那这个行事历其实很简单，你在任何比如我的手机
我的 Pad、我的电脑哦，我只要输入过我的账号啊、密码什么的，它一定会跳出一个视窗，你是否要储存？啊，你是否要储存在这个机器里面？所以我不知道检调，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报道为真，说他已经破解了他的形式，因为他其实明白写说，徐子瑜有2次陪同柯文哲到威金集团的总部跟沈庆京见面，而且上面还写着雅虎来接哦，就是说看起来他蛮明确的指涉这件事情哦。那我不清楚，就是说检调是不是说在当时大搜索的时候有扣了这个徐子瑜或其他人他曾经使用过的电脑、笔电或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电子的物品？那其实说实话，破解单机比较没这么难，破解单机比较没这么难啊。还是检方是透过他的侦查的手段去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公司或者相关的平台里面去我今天其实老实讲就发一个公文，然后请他配合，那看有没有公司愿意配合协助这些啊。但我刚刚就讲，就是说对于柯文哲来讲，事实上徐子瑜其实我个人觉得他是柯文哲到目前为止最没有办法去说服社会的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他大可以去讲说没有啊，这个沈庆京对你们这个讲，我就是没有收，因为沈庆京还帮柯文哲讲说他不收红包的啦但是有一个谢国良在那里说，我就是给了200，到目前为止，这民众党从来不愿意回应谢国良，就他们到处骂，但是不愿意去骂谢国良，说你为什么要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要鬼扯？你为什么要说什么？你给了200，根本就没有，我们没收到。也没有人去批评他也不去批评这个邱家瑜因为邱家瑜说有啊，我就是真的有是帮阿北这个有帮忙媒介，但阿北没有抠巧，他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就帮忙。那有需要什么？有需要钱吧？我觉得有需要的时候，那后面一定是有需要钱的时候。那做什么用途？民众党也不提而且这2个人都在国内，一个在市长一个还是基隆市的市长，一个还是基隆市的副市长。你们都不管他，可是我就讲，就是说，当徐子瑜他从头到尾不愿意出来为自己的自证清白就是他有各种的方式可以发生，民众党仿佛把他当成边缘人我第一次发现到是说，徐子瑜其实他不只是他的亲人对他不是很了解，他曾经在台北市政府工作过。他曾经在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身边工作过，甚至连来这个棚内录影的时候，徐子瑜都跟在旁边。结果呢，民众党上下谈论他的时候，哇，云淡风轻你们就是故意弄他啦，你们就是这样啦，你们都是故意写这些东西。你叫他回来就好了我相信你们跟他的联系管道一定比我们跟他的联系管道还要多嘛，一定比检方跟他联系管道还要多。但这些人从来不愿意去讲说，徐子瑜你为什么不回来？你回来，我们的阿北事实上很多东西疑问就解开了嘛。那解开之后，相不相信是检察官他必须要去跟法官论证但都没有。所以我就讲，突然徐子瑜在民众党里面。在前台北市市政府里面，你会发现到他真实存在过，但是他却现在像一个虚幻的人了，你知道吗？他已经消失在虚无缥缈之间，没有任何一个跟徐子瑜熟识的人，在这个阶段里面出来呼吁徐子瑜面对我觉得这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的司法这个我老实讲，我觉得对检方来讲其实也没有什么红台梯，检方就跟你放假，那连放个3-5天，周休2日，检方也跟你休息，我觉得没有这样一个状况。可是因为这刚刚提到这3位事实上现在延押庭的部分都已经确定了，就是继续延长羁押。对于柯文哲来讲，柯文哲能不能在这个阶段，因为没有更多的事证去证明柯文哲你的清白，民众党的讲法是说，你们没有更多的事证去质疑阿北有贪污，但我真的必须讲，因为从这个柯文哲被收押到现在为止，有太多陆陆续续出现的，包含人，我觉得人是最可怕的就是谢国良这种公开自己出来承认说我有给钱的这一种，那这种东西陆续出来，你们却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去反驳说，你说谎，你胡说八道。那更不要讲说什么有多少笔什么18笔政治现金怎么会有人说愿意捐给民众党，在每隔3天、5天到8天的时间里面，拿着1万块到你们的指定门市去说，我这1万块给他留你，过3天我再提1万块给你，过5天我提1万块给你，他每天他妈来来回回那个角度里面，结果加起来又刚好10万块，还用现金，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民众党到目前为止帮柯文哲辩护的人都没有去碰触的话题。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用更有力的去辩驳这一些已经确定出现的人事物的话，你如何认为说柯文哲在这件事情可以比较没有被延压的机会嘞？OK， 当然你说如果从法律上，我再一次强调无罪推定，那只要犯罪定谳以前，你都要用无罪推定的角度。但任俊刚讲说。某种程度在社会氛围，或是有很多人在质疑上面，或者在政治上面的一些质疑，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能够再帮他能够多说的一些话？这不是法律的部分，法律的部分绝对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不单讲法律吧，现在法律是一回事，政治氛围或是未来的政治生命的延续，恐怕是政治人物更在意的另外一环。而这一环里头，包括橘子，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些，有没有办法能够来帮上这一块的忙？可是，在很多案件的资料梳理里头，施建委员，请问一下，第一个，你这2天有讲说柯文哲跟建商之间的一些的集会，他很常跟建商一些的集会吗？他很多的集会，大家现在回头才发现，原来橘子有人用无意不语啦，我不知道是不是无意不语，可是很多地方，譬如桃竹影人这些，我相信是很少人能够被带着去的，但是他会出现，所以更凸显出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柯文哲真的要想办法。要讲一些什么的话，橘子真的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了。对我其实现在讲的是讲过去后，从他第一任，我的第一眼识破他真面目之后，我那时候的咨询讲的，我并不是要对他落井下石。识破他真面目之后，我那时候的咨询讲的，我并不是要对他落井下石。我当时就这么说他，对我以前就这么说他。第一点，我过去就说啊，柯文哲是标准的政治猎人他专门，他就是彻底的把政商关系量化，那彻底的。陪财团用刀叉吃人肉，他真的彻底的做到。我过去曾经形容他说，在某一场大的饭局，那大概是他连任之后半年之后，那当时媒体有报道，事后有报道，在建国南路福隆饭店里面的一场大型，都是民商巨贾在那边的餐会。他不但参与，而且他获得很多承诺跟挹注，那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场的人，那都包括有很多都涉及他所谓的5大弊案。那所以当时我就强烈质疑他，我用这个饭童形容他啦，就是陪吃饭的童子啦。那第一点，过去我们台北市的建商啊。比较大型的建商，但每1-2个月至少，因为他们有一个联谊会，那1-2个月都会吃一次饭。那个从柯文哲担任首都市长以来，每一场我们台北市这些建商的餐会，他每一场都参加，无一不语啦，这都是事实。那这些事实事后我们知道之后，那都会去翻阅说，过去他不是说政商关系要透明，他要求他的局处长，包括每个月警察局分局长啊，你哪一天跟哪一些企业界人士，你另外有什么餐会出去，你一定要登载即便去拜访不是吃饭，你也要登载，要详实的报告。可是他个人他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第二点，我就计算了柯文哲第一任光第一任那4年大家看说，柯文哲每天嗡嗡嗡，很认真在做市政。表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这样，他早上7点甚至不到他就到市府晚上有时候忙到8、9点，这事实。可是大家看不到的是什么？他前面那4年光请假，礼拜6、礼拜天不算光请假他请了74天，74天呢，天哪，等于每一年那我统计3年半的时间而已等于每一年呐，请了20天假。请问他请这些假干什么？那大多数我们事后去了解，都是要不然就是去拜访企业界人士。比方说他上任不到半年，他就自己被募集到去拜访这个蔡明忠，富邦金控、富邦集团的董事长蔡明忠，在他上任不到半年那为什么我强调上任
半年这个时候，因为他一上任他就说5大弊案，他要接这5大弊案，那他还成立个别的专案小组，这个廉政委员来查。5大弊案之一就是松烟文创园区，松烟文创园区就是富邦集团他们标到的，现在也完成，还在营业中啊。你去跟这个对照，跟我们市府利益这么冲突哦，这个验收上啊，后续合作上面都有一些汉格的时候，那你把它讲成弊案，但是你晚上你竟然去密会他。密会结果被逮到，我们在议会问他，他说他是去帮蔡明忠看病。天哪，蔡明忠何等的企业的领袖，他要看什么样的名医没有？他要在哪个大的医学中心有专属的医疗团队都有，他怎么会找你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帮他看病？好，那你首都市长你说好。蔡明忠要我去看病，所以我就去夜诊他。那如果这样，我请问呢，台北市民每一天呢，光市立医院挂号的就超过2万位市民。请问呢，你柯文哲要不要去看2万位市民？如果你说我是去帮市民看病，那我们选你当市长是要你来做市政，帮市政医病，不是帮个别市民，尤其。你是帮一位企业家啊，这一位企业家又是刚好被你称为5大弊案之一的财团。天哪，你怎么可以干这个事情哦？所以我觉得他一而再再而三。那我认为他第二点，他把政商关系彻底量化的结果，那个谢律师，你看他最近被检方查到的这些，我们讲除了金华城以外，我们讲。光是他去募这些政治捐献，你看不得了他用的这些政治捐献找的这些企业界要不就是有头有脸，要不他就是想方设法用尽各种理由，不是选举期间他还用了说，像他2019年他8月不是要成立民众党，他就光用成立民众党的名目，就去跟多少企业界打猎。跟这个卖兄弟茶有什么不一样的？人家不敢得罪你啊，就像兄弟茶来一样啊，好吧，那就跟你买一包吧，就这样，就给他那几包。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那我认为，所以以这样子来看到柯文哲在这一次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他不但人设崩毁，而且从这蛛丝马迹里面，我们更可以了解到金华城这么大金额的图利案。怎么可能没有对价关系？光已经查到了这几笔，加起来就数千万之多。所以我认为，确实现在只能呼吁说，柯文哲身边的这些有理想的人士，他们能够幡然醒悟，赶快跟柯文哲这边关系做一个了断，或许他们民众党可以浴火重生。第二点，这个橘子他是名门之后，他也受过相当的这个知识跟教育。我们希望说他不要再助纣为虐，因为最后一个拼头可能就在他身上。他回来可以证明很多东西，包括柯文哲还私下去找了哪一些企业去打猎，让这个政治猎人的原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让大家看清楚柯文哲的真面目。OK， 那当然你说橘子回不回来？那为什么都没有一些声音是会跟一般常情来讲，你会觉得会有问号？但橘子如果回来以后，你看彭振声这个例子，彭振声基本上是，对，除了收押禁见以外，然后同时严押，在严押的那个里头是讲没有完全据实陈述。OK， 那所以橘子如果要回来的话，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事情他知道？如果真的有知道阿贝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他是不是要全部都讲？而且要没有不能有一些什么样隐晦，要不然彭振声那也是大家都觉得他讲。可是，在北院的那个裁定里面是讲他没有完全据实陈述，所以这过程到底差在什么样一些地方？好，这是侦办后续。但是刚才看到的是，包括不管是世检委员或者人讲的，你如果现在台面上承认的，好，包括谢国良说长辈的那个钱，包括看到黄秋仁讲这些事情，那其他有很多的这些是媒体的报道，那民主党的朋友都跟你讲说，反正那是科幻文啦，或者所有这些东西，谁能够真的证明所有相关一些事情？好，就算是科幻文，将军，我们现在来看科幻文有一段，有一段里面
柯文哲是8月29，那时候不是查账，对，查账一直查到连柯文哲都觉得账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不是鞠躬嘛，包括请假3个月，鞠躬。但现在回头去大家去看，包括橘子那个时间点，27号回来，29号媒体上讲是，大概清晨，然后就直接包括订了机票再走。这所有东西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包括为什么那么急迫，为什么又回来以后马上走，这也是让大家有很多问号的一个地方。柯文哲通常对于危机的处理他大概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说这是历史共业，不是只有我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找人推，就是交了不好的朋友，或者是误信他人谗言。现在他遇到了第3个，他从来没有做过的，叫道歉。大家说，柯文哲好像道歉过很多次，有。我告诉你，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柯文哲从当市长以来重大的道歉事件有哪些，包含了什么社会局局长叫我跳舞当小丑把这个许立明当场骂一顿，他道歉。第二次就是英国人家来赠送的一个怀表，他说是破铜烂铁，他说道歉，我外交的这个礼仪不够，我要上课。另外就是他把新住民说现在已经进口了快30万人，道歉。然后呢，他把内湖分局长说你这个3老鼠直接拔关，后来他觉得太过分，道歉。然后呢，最后是彰化人去抢架，彰化都黑道，道歉。最后他还讲过说你那个脑袋都是装秽物，他道歉。可他这种道歉跟这个道歉不一样。柯文哲以往的道歉就说好了，我做错了，好了，我道歉，他就叫道歉了，那叫敷衍，那叫做不甘愿的道歉。可这一次各位看到没有，排站，鞠躬90度，这是柯文哲从政以来非常非常罕见的正式道歉。开记者会全体90度鞠躬大道歉，这一次是为了什么？为了总统大选的政治现金，一笔烂账。所以大家觉得哇，柯文哲罕见的道歉呢。而且道歉结束之后，他另外做了一个，当时大家说不会请假，包含了陈志涵，包含了黄国昌不会请假，后来他请了3个月，本来说传说2个月，他请了3个月。大家想想看，柯文哲是面临到什么样的危机，会正式鞠躬道歉，而且呢立刻请假站离党主席的位置，莫大的危机。他觉得这个危机太大了，这个危机跟我的人设，跟我长期以来以前讲错话、失言，就说我快人快语，人家说那你要道歉，好了，道歉，他都是这样道歉，很少正式召开记者会像这样很少，我的印象里是没有，这是头一回正式道歉。可是这个道歉看起来很有诚意，可是你在上午在凌晨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让大家匪夷所思，吓一大跳。你在开记者会的上午，第一件事情不是把幕僚参谋集合起来，要做记者会上的沙盘推演。如何说明账目？如何说明登录？如何说明这笔烂账是为什么？他没有要说明。他上午第一件事，橘子快跑。如何说明这笔烂账是为什么？他没有要说明。他上午第一件事，橘子快跑。下午开记者会道歉。上午凌晨叫橘子快跑，而且大家想想看现在谁可以把橘子叫回来？橘子爸爸叫不回来，橘子的朋友叫不回来，橘子的密友叫不回来。我告诉大家，只有谁可以把橘子叫回来，谁叫他跑的，谁就叫得回来。柯文哲，是柯文哲叫他跑的，所以柯文哲说 Orange 金华城快跑，什么意思？纸包不住火，会出问题了。那么后面柯文哲叫他跑的，橘子谁叫我跑的，谁叫我回来我才回来。那柯文哲现在能叫吗？柯文哲收押禁见通话通信这个见面全部都不行了，所以没有人会叫橘子回来。其他任何人跟橘子讲，包含他的父亲，橘子都不会听。柯文哲对橘子来讲，不是老板，也不是自己的长官，是亲人。是亲人。为什么？因为橘子只是柯文哲的信徒，还是柯文哲的随行？我觉得信徒的可能性居高。什么叫信徒？老板的事就是我的事，长官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没有私生活，我所有的生活跟长官的行程结而为一。所以才会把柯文哲的行程记到自己的行事历。那么橘子的行事历曝光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呢？因为现在到底检方怎么把他这个行事历破解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行事历，如果橘子是什么事都往里面记的话，那他的行事历跟 USB 能不能交叉比对？
如果行事历跟 USB 交叉比的话，大家知道行事历上面你的时间不用去 key 1500，不需要，它有一个选项就是直接选时间，所以行事历不会写1500是时间。那么如果行事历上也出现小省微金1500，这绝对不会是时间。我们都用过行事历嘛，它上面就有时间，你何必再 key 一次？所以说，如果交叉比对破解了 USB 跟行事历之间的真相，那么橘子回不回来还这么重要吗？因为橘子回来证明2件事：第一个，柯文哲的行程；第二个，柯文哲的金流。那如果他的行程跟 USB 配合上了，那其实有很多答案呼之欲出啦。橘子回来只是告诉你说你是一个被告，你回来有共同犯罪的可能。可是橘子不回来，那这2个事情配合起来，对柯文哲来讲，柯文哲要怎么解释？你一说没有，你搞错了，那就是11月就是行程，我秒答就告诉你改时间了。那检察官告诉你，那请问行事历的记录跟 USB 的记录，你要怎么回答？可是将军刚刚讲的这段，所以现在会碰到的就是对，是不是真的有被破解？那是媒体上的报道嘛。那是不是真的被破解？但是看起来刚才讲的，包括橘子要离开的时间这么急迫的这些，或是交叉比对之后会不会产生那个1500到底是什么样？可是现在最起码，因为陈正汉就跟你讲说，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柯文哲收了1500万。就是他用了1500万，OK。可是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除了到底还有多少人的钱，传说中的那些名单，或是被北检最起码大家看到北检传去很多当证人的这些政商名流这些，除了这个以外，今天包括袁仁芳议员讲说，因为一般来讲，首长这些出席很多活动，或是人家来拜访送的一些东西，都会登录。他今天讲说一个纪念之花，这是有登录的。那这个为什么也会引起他们一些的质疑？甚至会有人把艺术品也拿来讨论，为什么？我觉得柯文哲他这一段时间，不管说陈战讲的1500万到底算不算汇款，或有没有这笔钱啊，柯文哲最近就是人设大崩坏。颜若芳讲这个，就让他的人设再崩坏一点。那我是觉得最崩坏就是以前柯文哲在媒体前面都是说我很老实，阿北务实，阿北可爱，阿北都说实话，虽然有点白目，但是阿北是都是真心的。但你现在被发现说没有啊，他常常在镜头前面讲的跟后来大家发现的不一样。比如说他之前不是讲说他其实去桃竹影园只有1次，而且是在选后去唱歌，人家安慰他。但是被破解的资料里面发现，选前就去过了，去2次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在回应人家的时候，你要说你选后去1次，这就对不起来了嘛？然后还有就是柯文哲以前都是表现出，就是他跟财团关系都是很绝缘体啊，财团关系、政商关系就是拿着刀叉吃人肉，也是在吃人肉啦，只是比较文雅一点啦，他很不屑啦哦，所以大家都以为说他是企业绝缘体。然后所以你之前其实打不太到他，可是现在被发现就不是啊，你跟企业关系就是第一个就是非常的好，第二个你跟企业关系好之外，你还会跟人家拿东西，对不对？就是这个是由妈妈发现的哈，就是这个是柯文哲自己有登录的啦哈。那有登录代表说他可能觉得没什么。我说有登录，然后为什么也会被大家讨论？照理来说，如果没有登录被发现，哦，对，你怎么会？而且这是字画，纪念字画嘛。字画对。一般人会对于字画，我不知道这个纪念字画只是复制很简单的复制品或者什么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嘛，对，所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是我就说，如果他登录，为什么要被质疑成这样？第一啊，就是柯文哲以前也是对于人家送给他的东西表现出不屑了，好像那个怀表，英国人收到怀表说破铜烂铁，搞不好那个价值不错啊，他就很不屑啊，破铜烂铁我用不到啦，好，那人家送的东西你应该也是类似的对待方式嘛，为什么你自己先讲他自己登录的？在这个。2018年9月21号，是沈庆金送他的一个字画，他去参加了这个微金集团的演讲，得到这个馈赠，然后他自己跑去登录。好，那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呢？好，第一个，一般来讲哈，你如果有利害关系的话，你不能收啊。那当时市政府2018年其实跟微金集团有没有利害关系？有啊，因为那时候正在审理金华城的容积奖励嘛。那你怎么可以收人家东西呢？好，当然我帮柯文哲讲了一个解释的方式啦，因为他是去演讲啦，所以这个字画应该就是那个报酬车马费，你应该要再加，你要帮他讲，你就应该要再加一个，而且这个纪念字画就是可能非常普通的，大概200块、300块买到一个市面上那种很普通的字画，比较普通的字画，就像那个中秋节人家送月饼类似的概念，所以他就把它带回。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带回家了，好，一般他去申报。
申报应该就是放在政风处那边嘛，没有因为现在这个字画已经不在台北市政府了，所以他把它带回家。那当然我就觉得人家就会好奇啊，因为如果是一个很普通的字画，就是说几百块的，你为什么你特别喜欢上面的画画吗？还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把它带回家？这个也蛮奇怪。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破除了他的其中一个人设，就是说他其实是会拿东西的，好，会拿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柯以前的幕僚嘛，不会死吴静怡嘛，也爆了一个料哈。他说之前民众党不是里面有他们发现他们的摄影的器材的镜头不见了嘛，他跑去报案，结果是他们的人监守自盗。吴静怡就说：“你们这些人不识货啦，你们干嘛去偷那些摄影器材啦？你们要看看民众党里面有没有那些很突兀的艺术品，好艺术品，那才是那些才是价值连城。”这是吴静怡讲，他说为什么？因为柯文哲会去跟一些企业拿，就是企业会送他艺术品，那柯文哲拿回来就会把它挂起来，所以那些艺术品搞不好才是比较值钱的啦哈。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人设嘛，就是说。柯文哲会收点东西，好，那现在关键来了，这会不会是这有人质疑了，好，这会不会是另类的金流啦？就是现在大家不是说有钱，然后有虚拟货币，那送东西的，因为像画或名贵的东西，其实它的价值不见得比你台面上的现金看着比较少啊，所以也会，我觉得也是会被人家质疑这一点。那当然我觉得不知道了，因为我没看到那个画，而且我们也不是什么鉴赏师。那但我觉得检方可能也会朝那些方向啊，所以目前来说，这些证据可能未来检方都会拿来参考。不过现在看起来，所有这些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在严压，会不会也在中间来讲的话，会是其中一段论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起诉不起诉，甚或后面会不会被判刑的一些问题，都跟刚才讲的那些过程当中是有关系的。当然，更重要一点就是，到底现在那检方掌握了哪一些的东西？明凤不讲别的吧，光讲政治线。你如果单看有很多的政治现金在讨论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18笔政治现金，或是刚刚讲那个10万块，10万块有什么好讨论？后来他才发现，刚刚任俊讲那个10万是因为真的蛮有时间的，就是经过你们试一次，然后1万现金，隔2天再经过一次1万现金，你要不干脆就一次10万给人家就算了，就这些是让大家觉得说，那为什么呢？所以有很多的，它不单纯是金额大小的问题，或是说某些的现金，有人在质疑是说，会不会跟某一些，譬如说有企业要特别捐，又不想要露名的，有某种暗号性的告诉你这是我捐的，会有这样一些问题吗？对啊，现在大家就在怀疑这个部分嘛，就是上次讲了9999那个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某一种暗号啊，那这一次就是这个会计捐钱的方式，因为这次是爆出来这个所谓的两个人嘛，一个是保全的总经理姓高的那个，还有会计姓陈的那位小姐。那姓高的捐款呢，捐款方式他就比较正常，他要汇款的，他每一笔都汇的他的10万块，因为个人可以捐10万，就 OK。可是姓陈的这个会计的捐法就很奇怪，他10万块总共分了8笔。就是譬如说我第一天去捐了1万给你，9笔，好，就捐了1万块给你，然后他隔了3天，然后再捐1万给，再继续，不是会计很闲嘛，哈，那可能金华整个会计，我可能去提款的过程，我身上有钱啊，我才能够去。对啊，所以说我说这个，那你还要有空跑去，他还不是汇款，对，他是现金，我本来以为他要汇款，然后会计做一做，反正每天都要去银行去汇一汇，他不是他去那个竞选总部，每天都这样，然后只有一天是捐了2万块，然后最后一天捐1万块，然后中间呢不是差7天就差10天，差3天或怎样，这不晓得是在打手语吗，还是暗号吗？这很奇怪啊。所以整个，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检方在收押沈庆金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你政治现金的主要目的并不清楚，所以我继续压你。这个东西就在这里，那我们就不晓得，而且你会计你没事，金华城会计我也不晓得，1个月20万好了，你没事去捐一年10万块钱是要干嘛？那他还捐了邱成元2000块，那邱成元为什么是2000块？那这些东西都好奇怪哦。那所以说每次这个那就打开这个所谓这个柯文哲政治现金的捐法，都是令人瞠目结舌。
文哲政治现金的捐法都是令人瞠目结舌，他都跟平常人的思考都不一样。然后这就很像这个沈庆金跟柯文哲，沈庆金进去的时候，柯文哲不是隔一天才进去吗？沈庆金进去的时候就发出一篇长漏漏的声明，里面就写说。柯文哲啊，我没有收红包哦，那你也没有收我红包，我也没有给你红包哦，那这不是就在打暗号吗？所以他们长期以来就是用这种大家看不懂的手语，还是要回去有一个什么编码，那要查看一下收减，所以检方就很伤脑筋嘛，而且检方。这次又审了这个所谓的彭正生，又严押彭正生跟朱雅虎。那我们本来以为彭正生是老实人，可以做污点证人，可是原来发现哦，他好像也没有供述真实的状况。虽然他这次没有受贿罪了，可是他有财产来源不明罪，他还有图利罪。然后朱雅虎呢，我们本来以为。7个人210万，这个朱雅虎已经全招了，就发现朱雅虎也没有讲全部的。然后呢，当然这一次比较有心的就是黄珊珊在2022年选举的时候也收了2笔的合法的政治现金，他有申报。那我不晓得这个好像是朱雅虎老早就讲了，那是不是朱雅虎只讲这个合法的部分？没有合法的部分，他是不是都没有讲？检方我觉得再次声押他，觉得他供述不实，没有讲出全部的内容，是不是不合法部分他也是有保留的，所以才继续讲嘛？那黄珊珊的部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随着周刊这种步骤的话，周刊很久都没有写黄珊珊，可是押柯文哲的时候有4个救赎，黄珊珊算不算救赎？蔡壁如算救赎，邱义凯算救赎嘛，还有橘子嘛，就4个救赎。那突然就把黄珊珊的角色就扯出来了。那珊珊当然有解释，那事实上台面上看起来也是合法的。可是问题是，就是说中间有一段就是这个柯文哲跟沈庆金有一天早上去拜会了。不是，朱雅虎跟沈庆金有一天早上去拜会了柯文哲，下午就马上转去这个黄珊珊的办公室。那黄珊珊说这个是公开的拜会，可是问题是你也没有登记，但一员之一你没有登记，然后呢，首长办公室也不会装窃听器，也不会装监视器，说你跟那个谁谈什么嘛，所以就变成一场密会。可是黄珊珊说这就是拜会，可是拜会也没有登记，然后也没有什么。那再奇怪就是说，在这一天之后，都发局突然行政专签要跟这个金华城做和解，做司法和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联系到这个就是说这一天的行程，朱雅虎到底跟沈庆金去分别拜会了市长跟副市长之后，为什么会做出行政专签？而且这个金华城负责的业管是彭正生，他竟然没有去找彭正生，而去找了黄珊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整个脉络下来最新的发展就是这个问题。那现在因为在开会，立法委员在开会的会期啊，你当然也可以发一张说我要传这个，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检方现在这个事情可能还没有巩固到要传这4个救赎，这4个救赎迟早是要传的。那蔡壁如的部分就是有一个什么这个薪水我给他我觉得蔡壁如的蔡姐的薪水已经搞好了，这个东西也许蔡壁如本人不知情，但是他可能要去做一个总是要问一下，对他可能做证人可能要解释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知道这笔薪水。所以说你这个政治现金现在都是大家检方最大的怀疑，就是说我查不到你实际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大笔，你就嫌我胃口大嘛，对不对？你讲过我们张记的胃口都很大，所以210万做不了证据。那你现在就是检方可能也跟你想法一样，所以他要从政治现金里头去找一些怪异的，然后看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对价关系的对比。我觉得现在检方的办案的程度就是这个方向嘛。OK， 当然有人会把你说包括像沈庆金，然后应晓薇，包括彭正生这3个严押的话，对柯文哲的主席来讲会不会一个联动性？如果讲联动的话，沈庆金这就是北院裁定，这是北院裁定里面讲的政治现金的真正捐款目的有待调查，然后羁押原因没有消灭，而且还有证人未到案。OK， 那所有这些相关的证人或被告，那到底谁是证人，谁是被告，谁还没有到？彭正生就刚刚讲的，大家都觉得你什么都讲了，但是彭正生这一段他
直接讲说，共犯的犯意联络、行为分担是什么？还有诸多重要事实没有查明。彭目前仍有不据实陈述的情况，这是北院裁定里面所讲。所以，那是承认到什么程度？那还是哪一段是他们还觉得有质疑的地方？可是这些跟柯文哲主席之间的严不严压联动性以外，你会看到这所有里面，包括现在了，或者第一个，刚讲到了这些检方，难道你会注意到民众党一直跟你讲有没有金流嘛？这些算金流吗？210万算吗？这些可以吗？陈志汉就告诉你说没有直接证据，有说柯文哲收1500万啊，那到底是怎么样？包括连柯文哲的律师也直接讲，对，北检不如桃检啊，你们办起来或怎么样？我知道，如果你从那个律师的态度来讲的话，他大概心里有谱，是不是柯文哲可能起诉的可能性很高啦？我也不用在乎你北检现在要干什么了啦，我该呛的我也可以直接呛，要不然一般律师不会直接去呛检察官或者法官，因为对你的当事人来讲不见得会有利。但现在这个状况为什么也会这样？更不要讲，沈静静说，对我如果交保出来以后，我要到 Netflix， 我要拍一个在 Netflix 要放，告诉大家我有多委屈。所有的这些，平常讲起不起诉，到目前为止，你只要常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都知道，我到现在都来讲柯文哲到底会起诉或不起诉，什么？大家是不是还在等北检？如果起诉的话，那所有的那个起诉书里面，你能够说服大家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讲，甚或来宾都可以说，柯文哲如果照一般常态来讲的话，他一定会被起诉。黄国昌也这样讲，但是吴峥适合讲吗？他是民进党的发言人。那在节目里面，人家问他就说北检肯定会起诉，他就说依照北检现在办案的进度，那柯文哲肯定会被起诉。我们讲，你讲，来宾所有人讲都算，但吴峥他的身份，他是民进党的发言人，他适合讲这段。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威金这边他讲到这么硬，说要拍 Netflix， 说他自己多委屈，因为对啊，因为反正讲一下已经撕破脸不抱期待，你北检都已经把我土地扣押，要不要逼死我了？我还指望你放软吗？所以我当然就是什么都不讲嘛。他现在行使缄默权嘛，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很委屈嘛，然后反正撕破脸无所谓。柯文哲律师也是一样嘛，他这样讲北检不是桃检，就是他就是在讲你北检压人取供嘛。他反正他认为你柯文哲一定会延押嘛，就是说也一定会，也真的的确一定会延押。橘子最近被炒成这个样子，是他人在外面，你现在大家都找不到人，你出来不是串供吗？串证吗？对不对？所以你光不要讲说其他有没有金流，光这一个串证之余，大概就要压他，就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那反正你既然已经要压了，那我现在还跟你好言好气干嘛？我还跟你好言好气干嘛？对不对？反正起诉之后该怎么打官司就怎么打官司，这前面反正已经撕破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会有这样的态度也不奇怪了。而且回过来啊，这种政治事件本来就还要打舆论战。我们不吭声，我等到柯文哲出来之后怎么办？我现在当然就是包括民众党在内，或者说包括律师在内，就不断跟你讲说这就是压人取供。你看你就是没有金流，你北检就是不如桃检如何。我将来我后面的官司才有办法打。如果我的民意是一面倒的话，我后面打官司也会变得很辛苦。那至于吴峥的话，我就是我觉得真的觉得赖清德骂他是有道理的。好，你把他进京哎，你没事你去讲这个干嘛？大家记不记得他之前的时候，他已经大法官那个吗？神预言过一次大法官会做暂时处分，当天讲当天暂时处分就出来，当时就被人家讲说，你现在是宪法法庭发言人吗？你现在没有错啊！你现在就是让民众党的发言人就是有机会可以找到一个画饼讲你嘛？不是已经2次了，上次是大法官，这一次是北检。法院你民进党开的吗？对不对？他上次预言立马就验证，你现在这次再预言这个啊，最后就真的中了怎么办？而且他中间还讲错，他讲说2008年柯文哲不能选这个东西，选办法是规定贪污要定验，2008年会能够定验吗？2028能够定验吗？对啊，我就觉得他今天真的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角色，就以前感觉就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啊，为什么现在会发现说这种话，不，就算你是正常判断，就算你是被主持人逼，这个话都不能出来。不是因为一般这种的尤其发言人的角色，我讲主持人一定会问这个，可是发言人的角色很容易回答嘛。
就一切就是尊重检调所有的办案的一些的相关一些的进度，那我们不去做任何的揣测。那如果要是他不被起诉的话，那政治上会怎么样？如果他被起诉，那不就结束了？或是你后面都不要讲，就前面你好歹就是这样，就尊重检调，这很简单吧？一般应该都是这样回答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啊，对吧？就他居然假会去讲这个，你越重，好，你讲的越精准越准，你预测的越准，就民党的大家就越觉得民进党就是法律就是民党开的嘛，就被民众党今天拿出来讲，就说这种东西是不能不是，其实不管是民众党也好，不是民进党也好。你看国民党对这个事情说过话吗？对不对？我根本不会去碰这个司法，我也不会民众也不会讲司法不公，也不会干嘛，反正最后是怎样就怎样，这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民众党是因为自己是当事人，我非喊冤不可。大家对这个事情本来就已经社会对这个事情本来就已经有疑虑，当然随着时间这么长大家慢慢的各种线索曝光，大家会觉得说，你柯文哲即便没违法也不合理，也站不住脚。这个风向的确往这边走，但是北检的动作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一直都觉得说你就是没有一枪毙命的证据。的确，那个北检部桃检讲的就是这个嘛，桃检的时候多快啊！北检的动作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一直都觉得说你就是没有一枪毙命的证据。的确，那个北检部桃检讲的就是这个嘛，桃检的时候多快啊，对不对？人家那个一开庭3个马上当场认罪，对，希望能够减刑。你这边什么都还桃检判7年了啊。判7年被关判7年，人家从约谈到起诉这段做得漂亮啊，对不对？你现在的状况，你这段做成这个样子，你后面要怎么？你后面要怎么办？因为刚刚讲这世界你们自己都有，我就讲说这个是可以避免的一段嘛，就不要让人家在这方面多做文章，不是吗？不，现在是吴敦岳太年轻了啦。而且他年轻，其实这话委员来讲都没那么伤，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代表党嘛，我代表自己判断，对啊。因为吴峥是参与学运出身嘛，所以他当年他是看尽了，就是柯文哲从过去所谓的公开透明白色力量，当时也对学运有所帮忙结果他对柯文哲的期待。一直到柯文哲这样子被人家失望，他个人的喜怒哀乐太过投入了。确实担任党的发言人，确实在这个部分要慎重。不过我们民进党确实520以来，大家注意看完全政治没有涉入司法。我们光是从谢国良捐款这200万这件事情，你看很清楚。要不然这个新闻如果提早曝光出来，那谢国良可能就被罢免掉了。因为那个涉及说，你当初你选举的时候是不是收银压灯？因为奇怪，怎么邱成远一开始声明了说要选基隆之后，那稍微动了几天之后，马上你就去送了这200万，然后送了这200万之后，邱成远就不选啦，不选了之后，柯文哲还送个嫁妆过去，送个邱佩玲去当副市长，这种都是交换条件嘛。那这个如果被传出来，因为只差1万多票而已，其实可能他就被罢免掉。我看法相反，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做。他那个投票钱如果出来的话，那不是司法介入政治更严重？那个时候出来，不见得对谢国良不利完全没有嘛。对，我是说，就是说政治这个不能够证明啊。对一般人来讲，那个可能会让人觉得说。你如果那时候报，就变司法介入政治更严重了，那个不见得对很清楚，司法完全没有受我们政治上任何的暗示指使，通通都没有。那确实吴峥很多有需要努力的地方，因为他就是源自于他太热心了，也太情绪的投入，所以我们主席也有当面有指责过他但是他还年轻嘛，大家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柯文哲我觉得是最。讲到这个难怪人家会对他那么失望。这是柯文哲在选连任的时候，你看大家冷静想这8个字：进步、价值、光荣、城市。你看看他什么样的资格可以来讲这8个字啦？继续在骗当时年轻选民的选票，所以他这一张出来以后，让他连任了那他虽然仅以几千票
的多数来连，但是还是连任的，不是这样子吧？所以大家看不惯柯文哲的是，如果柯文哲表里一致，前后如一的话，那大家没话讲。不是柯文哲，就是因为他太过聪明。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哦，柯文哲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柯文哲利用亚斯伯格症在说谎，因为社会普遍认为，亚斯伯格的小孩子很清纯啊，很单纯，很直爽。什么话都会讲。亚斯伯格的孩子绝对不会说谎。结果柯文哲利用这个亚斯伯格这个名号来说谎。事实上，从头到尾大家看不出他还有其他什么亚斯伯格的症状，完全没有。他自己是医师，如果他有这一部分的症状，他早就求医了，不是这样吗？结果没有。但是他每用亚斯伯格他讲了谎以后，他就可以拍拍屁股，大家可以原谅他。所以这个也是让很多如果看透他的年轻人，包括吴峥在内，当然会把个人情绪加到里面。OK， 当然这个媒体上面报道，柯文哲主席羁押了56天不能交谈。当然你说如果提讯的时候，那坐囚车来，联合报这边报道是讲说他会碎念，他最牵挂有2个人的健康，哪2个人？他最担心的是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振声，还有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健康。其实我本来觉得他最关心健康的应该是亲人的健康，应该是老爸，对吗？照理来说，当然他也许再多关心了这2位的健康。可是如果真的讲最近这一连串，我为什么讲说有2股力量在积蓄的？一股是北检申请了延押以后，包括所有的资料的证据的收集，可以到什么样一些的程度？然后包括民众党在从上礼拜开始，包括万圣节或什么，观众朋友，你知道万圣节是哪一号吗？哪一天？有人知道吗？明天好像万圣节是10月31号。对，好不好？但明天万圣节，来任俊，来聊聊鬼故事吧。万圣节大家都聊鬼故事嘛，从礼拜天开始，大家一路聊鬼故事，聊到现在。那民众党觉得有太多的鬼故事在这里面流传，都是一些的鬼故事，但也有你有看到，也有一些网友讲说，到底谁在说鬼故事？大家讲的都不一样的鬼故事啊。其实民众党现在讲的这个3大鬼故事啊，第一个就是冷钱包第二个就是 ATM 洗钱第3个就是所谓的橘子啦。当然我先讲，因为冷钱包后来他们自己上这个网络节目的时候，说拿了那个冷钱包的那个盒子陈志涵那个，我老实讲，你第一眼看过去跟个砖头一样大那个当然不会是冷钱包的本身啊。那其实这段时间，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冷钱包大家都有一定的认识。事实上，它的形式状态都不一样。因为最重要的是，你写在一张纸上也可以，因为就是那个码的问题而已嘛，就是那个 code 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事实上也就是他们在当时一直在强调说，柯文哲去参加一个科技厂商，那厂商就是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他说检调去收的时候，看到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如获至宝，就觉得收到了冷钱包。但我真的必须讲就是说在当下，除非我现在都用常理来讲就是说，除非这个检调一眼就看出来上面有写着冷钱包3个字，否则其实对一般人的认知来说，那个精美包装的盒子里面放着应该就是一个 USB 之类的东西，这样比较合理吧？谁会联想到说我看到个盒子就说那是个冷钱包？所以当民众党在质疑说你们在编这个鬼故事，就说柯文哲的冷钱包就只是把那个检方就一个看到就说这个叫做冷钱包，我讲在当下很难理解。而且当下没有人在讨论冷钱包，没有嘛，那也是柯文哲自己先找了一个律师，说号称精通什么虚拟货币这些，然后后来检方大家才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找，而且他那个一个大的连接点，其实来自于是，如果真的有现金如果真的记载的数字是属于钱。可是对柯文哲来说，因为我们相信陈佩琪嘛，陈佩琪所拿出来的账号、账户里面的他讲什么，我们都相信嘛，因为他讲的他自己要负责嘛就是他里面的东西也没有牵扯到其这些金额的这个数字上面的这个总额嘛，所以大家会很好奇说，那难道有别的地方可以放钱吗？才会有连接到说冷钱包这3个字所以当他今天出来讲说，哇，你看北检把这个当证物啦，或者是什么的，说实话啦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到这个起诉书的时候，那就大家看嘛。所以当他今天大拿了一个砖头说，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包装，其实老实讲能证明什么？
我觉得他什么都证明不了。那只是包装，里面是一张卡，那才是冷钱包，好不好？那卡现在已经不在，他那里也是个空的，那上面就一个洞啊。那就是卡。他拿出来那个中间有个洞啦，因为洞的东西看起来就是拿走了啦。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说 ATM 洗钱啦，因为这个陈志涵的说法是说，哇 ，ATM 如果能够洗钱哦，那是一个世纪大发明。我不太知道，就是说他讲这个时候知不知道洗钱这个2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啦？我其实不太知道啦啊，就是我们也不做这个，不在大律师前面去卖弄。但总之不是把钱拿进去洗就对了啦啊。所以他当然就是说，所谓洗钱，当然就很多金流这个来来去去，让你去很难追查嘛。那所以才会有什么大水库理论啊、小水库啊或干嘛，反正我就分支散叶完了之后，你要一个一个去验证这个钱跟那个钱是有连结的正相关系。那当然又回来就提到说，像第3个这个，他讲因为第2个还提到说 ATM 有监视器记录啊，又有记号啊或干嘛的，如果真的有洗钱，把他抓起来。我不知道他讲了他是不是陈佩琪啦啊，但我觉得这也不是要抓，因为你如果又动他又押人取供，所以我就讲就说，包含橘子，因为橘子我刚才已经有批过了啊，就说民众党有一些人会讲说，橘子现在当然不敢回来啊。回来到机场就被上铐啊，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对外发声的机会都没有。我听到有一些民众党朋友是这样讲啊，但我真的必须讲一件事情啊，橘子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身份不是通缉犯，他一开始的身份其实是证人，就是检方事实上也有，那时候媒体一报道完了之后，检方立刻就讲说，希望他我们已经也想办法联系，希望能够有一些接触，可是后来都没有联系完了之后才转被告，然后转完被告之后，也不是马上就变成通缉。它有一个时间上面的落差，可是在这个落差的过程当中，民众党第一个没有任何人呼吁橘子赶快出面，第2个橘子本人不出面，第3个是什么？你知道吗？第3个是全台湾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联系得到橘子，包含他的亲属，这是觉得我都讲这叫做超乎常理之外了。好，那现在另外一个更超乎常理之外，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说有知情人士啊，我不知道民众党是不是又要讲说。又在编这个科幻小说但因为这一次写这个的不是周刊，是另外一个媒体啊。他的媒体是讲说呢，柯文哲因为这一段时间有这个借题侦讯嘛然后呢，在这个囚车上面的时候，柯文哲就一直murmur啊，就那他们就听说柯文哲在那边就关心什么？关心彭正生的身体健康好不好啊？第2个讲什么？你知道，沈庆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怎么办？我老实说，我看到这个报道，如果报道又为真我不知道柯文哲是希望他身体好，还是希望身体不好，我不知道。我老实讲，因为就像刚刚武哥讲的，因为柯文哲前面有时间，他有一个的时间是去看了他的父亲，从人之常情跟常理来推断，你一定会比较担心是父亲，因为你没办法长期跟外界联络。那如果今天还是有人刻意放这个消息，我不清楚，因为知情人士看起来只能同样坐囚车的人我们在座哪一个人敢在那个会在那个地方听到柯文哲？我又不是黄国昌，说可能够看得到柯文哲休息的时候直紧紧的看着监视器，因为他看到赖清德，仿佛看到赖清德，我们没办法做这种联想所以我讲就是说，现在其实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想到一件事情，柯文哲当时第一次拒绝去这个北检要应讯他，对不对？他拒绝去。北检提了一件事情，说考量柯文哲的身心状况。我觉得好像我比较善意去思考这件事情就说因为我看到马上网络上有人在讨论，就说包含报道里面讲说柯文哲一直喃喃自语，是不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OK，因为他身体是不是有状况？就是一直在喃喃自语因为我想到的是北检当时特别强调，就是说考量柯文哲的身心，所以我还是必须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的司法人权大家都觉得应该要在乎，可是当柯文哲在这个的状态之下，如果传出来的新闻是说他在想说彭正生的身体好不好，然后沈庆金身体好不好，柯文哲现在应该担心的是橘子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因为你为了我。现在被发布通缉了，你的护照很有可能被取消了。柯文哲也应该要关心的是陈佩琪的身体状况好不好，因为陈佩琪说他跟柯文哲结婚这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柯文哲不在他身边，所以我这还是必须讲就是说这个案情能不能有所突破还是什么的，其实很多人很多方面跟很多时间都可以做很多的努力，而且帮助案情作为突破。只可惜我们刚刚提到的橘子他不愿意。
我们看到了柯文哲看起来他也没有要说出任何的东西，其他的按照检方的说法说也有人没有完全吐实，甚至跟其他的人说法有所出入，还有包含到的是还有相关的人未被传讯的这个状态之下，那我觉得对阿伯的清白要验证，确实前面有很大的一个难关啊。OK， 我补充一点哈，为什么柯文哲会担心这2个人身体健康？为什么？照理说应该是担心柯爸跟柯妈才对。那么他有没有担心柯爸跟柯妈？我觉得有。当然。为什么？那是亲情。可是担心彭正生跟沈庆京，那是案情啊。为什么？他们身体如果撑不住，万一他说了呢？我扛得住啊！我在里面越修炼越坚强啊！我是扛得住。可他们2个人的那个身体组成元素跟我不一样啊！万一他们2个扛不住嘞，把事情讲出来，这案情不就崩了吗？所以我讲他担心父母亲，那叫亲情，每个人都会。可是担心到彭正生，担心到沈庆京，那是担心案情吧？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的一般的反应是很直觉的。我刚刚讲过，他的几次道歉都是觉得真的讲错话了，好了，我道歉。那这个状况呢，他在车上喃喃自语，如果真的有，他就是担心，他们俩会不会说出来？身体扛不住怎么办？如果扛不住，那说出来不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亲情，一个案情，这是没有办法透过整个修为来把它掩盖住的。可是言之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你说消息满天飞，对，太多的一些消息，甚或当然你说像有民主党的前党员，然后出来讲说很多一些讯息出来，其实到底是谁爆出来的，甚或会不会是民主党内部的一些人，还那像林冠年他还点名像黄国昌啊，还是像那个陈哲涵他们啊，他点这些，然后黄国昌他们就讲说你要不要关心一下你自己？就现在的消息满天飞，可是这些不管真的假的有没有的，所有这些是大家都在对整个案情在测风向吗？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就是说林冠年，就是刚刚武哥讲那个林冠年啊，他是以前的民众党党员嘛，对啊，然后他一直接到爆料，那爆料有的还真的，譬如说他前一段时间报说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里面呢有福报他们的党工或者是他们工作人员的薪资，这种事情谁知道啊？福报他们的党工或者是他们工作人员的薪资，这种事情谁知道啊？你去看那个政治现金的报表，你也看不出来说这个金额有没有拿到，有没有福报，你根本不知道啊。那林冠年他就有接到这个爆料，所以就是有人在放嘛。后来大家回头去，对，确实民众党后来民众党也有讲说，对，他有证实资料，对，是因为陈志涵那时候就有证实啊，陈志涵还证实说他自己都被福报了。那问题就是，那林冠年为什么会拿到这个资料？是谁在放？那林冠年自己的推测，他推测2个人最有可能性哦。他是从说谁得利谁放资料的这个角度啦。他第一个他说陈志涵的这个爆料的机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陈志涵一直被认为说他月薪20万嘛，对不对？然后陈志涵就透过这个方式啊，找很多人呢辗转给林冠年。没有，我没有1个月20万，你看我也有被福报啊。我其实只有18万啊，这个是林冠年的说法啦，这林冠年的说法。第二个他说有可能是黄国昌在斗啦哈，他说为什么呢？因为黄国昌是最后的获利者嘛。假设今天民众党很惨的，但黄国昌现在出来都是以那种救世主，就是民众党最后一张王牌的角度嘛来出场嘛。像他每一次造势活动都最后一个讲话，哇，那个很煽动啊，可以把那些就是一些比较无助，觉得为了民众党未来在那边奋战、在担心的那些小草们。全部收刮，所以他认为说有可能是黄国昌，好，但这是林冠年的说法，但我觉得是黄国昌的几率，我觉得很低啦，因为那一些所谓的账册或什么资料，黄国昌我觉得是不会有啦，我觉得不会有，可是不代表说黄国昌未来不会去争取民众党的领导阶层，也未必哦，因为民众党快要改选主席了他们是12月7号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如期选党代表。那你如果掌握你自己如果是党代表，你又掌握到一定的党代表，你就可以进而选中央委员。那你如果挤入中央委员的话呢，你就有可能去选代理主席，或者是你挤到那个权力的核心。那现在民众党，我觉得啦很多人以前都是讲说谁有可能当主席呢，或者是谁有可能是下一届他们的领导人呢？就3个人嘛，就是以前是双黄体制嘛，黄国昌跟黄珊珊，再加一个蔡壁如。但是现在双黄体制，黄珊珊应该是已经没有了。
在立法院黄国昌就已经独大了。那现在唯一2个人可能会争的，就是剩黄国昌跟蔡壁如，我觉得就是他们2个之争，而且他们2个都很有机会。先讲蔡壁如，他的机会在哪里？蔡壁如的机会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帮民众党就奠定了基础嘛，所以民众党现在很多党员甚至于党代表，其实跟蔡壁如的关系都很不错。有一波出来就是批评民众党的前民众党党员，实际上都是跟蔡壁如关系很好啦。OK， 像那个什么朱慧兰呐，就是什么网红，那个民众党的网红，那他跟柯文哲很好，他就跟蔡壁如很好。那你说像这样的人跟蔡壁如很好的人多不多？多。然后再来就是蔡壁如他是在经营地方，他是希望从地方反攻为中央嘛，所以台中的人可能会支持他。比如说像江河树，我看到很多次江河树都出来帮蔡壁如讲话。然后再来就是，据说了，他现在开始也引进一些外援嘛，比如说像时代力量什么资源进来，所以蔡壁如是有可能透过党代表回到中央委员。好，这是一个。那黄国昌优势在哪里啊？黄国昌优势就是因为敌人就是朋友嘛，所以他现在跟所谓的妈妈派跟富人派不错。你看黄国昌在前几天他们的活动上面念出陈佩琪的简讯啊，你就知道了嘛。那为什么？因为陈佩琪就是柯家人或者柯妈妈就不喜欢蔡壁如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前几天大家能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当然也怕蔡壁如回来啊。那谁可以遏制蔡壁如？黄国昌。第二个，黄国昌他现在有那个国会的优势。你知道现在媒体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黄国昌现在旁边都跟着一个女生，每天就是跟着黄国昌学习，看黄国昌怎么准备资料，怎么质询，甚至会跟黄国昌讨论怎么做立委。他是谁呢？他是不分区民众党不分区第15名，就2年以后可以上来的，可能换他。所以黄国昌现在是立法院的老大，他可以培养子弟兵呢？对啊，他都可以照顾到第15名去了，那第9名到第14名，还有第16名。他不会照顾不到吗？啊，这些人可以挤到不分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们在民众党里面也是有一定的实力啊，所以他们到时候在组织上面也都可以帮黄国昌。所以这2个目前我觉得都是伯仲之间，而且非常都有机会成为下一次的民众党领导人。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世界文，黄国昌最能够传达柯文哲的想法，不是吗？我认为他多半都是假传圣旨居多。真的吗？我在想，现在民众党大概概分为2大类啦，一类就是刚刚提到的他们的台中市党部主委江河树，那这种就是信徒了，就像橘子这样子的信徒类，很多小草大概都是这样。另一类啊，就是政治赌徒，黄国昌这种趁火打劫因为本来柯文哲是要并购黄国昌，就现在反过来被黄国昌并购了。那么我先讲江河树他真的笃信柯文哲，笃信民众党到极致了。最近大家不是发现说，什么小草们越来越少，他们办的全国的这样巡回演讲帮柯声援，这样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结果他们江河树台中市党部主委，他直接说，他说人再少都没关系，他说即便来只剩10个人，他们演讲会照样要办。谢律师，如果一个人讲100个的人、上千个人听，那叫演讲啦。如果一个人讲话，10个人听，那不是演讲啦，那是开杠那叫做开杠那他开杠你聊天他也要办，所以你看，可见他真的是笃信他是柯文哲的信徒。那黄国昌截然相反，黄国昌完全因为他是空一个人过来，他了不起，他这个孤注一掷没关系，更何况他把握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整个柯文哲的这个事件，最大的获益者。你看我们社会那么大的损失，尤其我们市政，我们那么多的容积就这样被柯文哲一个人卖掉、图利掉了。那整个社会受到对政治憧憬的伤害。那最大获利者黄国昌。黄国昌，我为什么说他是假传圣旨？他好几次了。你看，比方说，他说柯文哲在候审的时候，他说直视的监视器，他说柯文哲是看着赖清德。你看，这种话都讲得出来他说然后当然有几次讲话是完全为了他自己。他说柯文哲已经清楚的交代，说民众党他们现在党团8位立委，他说不准分裂投票。
谢律师，你还记不记得5、6月份我们还在这边讨论这个话题？当时柯文哲是说他训勉他们民众党团的立委说，你们要单独思考，你们要各自要努力哦，那你们不要再团进团出，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你做判断。结果黄国昌假传圣旨说，你们不能分裂投票。柯文哲什么时候有这么讲？就你黄国昌一个人这么讲，然后他又讲了，完全都在9月份，他全部又讲，他又隔一天他又讲说，说柯文哲有交代说，民众党啊以后不会是一人政党，对了，不会是一人政党，因为是因为柯文哲之后又带了一个黄国昌来当领导，就说黄国昌你继承了，然后还更直接的，他说啊。柯文哲在收押前有跟他讨论过，这在大概10天前他讲的。黄国昌说，柯文哲在收押前跟他黄国昌讨论过，说柯文哲很关心新系这个城市，哪个城市？新竹市。但黄国昌等于为他自己未来的政治的走向。2026的选举，等于他铺排，他讲说，这个是柯文哲交代他，说他心系这个城市，所以我认为黄国昌等于表态说，他2年立委任满以后，他就会去接选这个新竹。那当然，最后他还帮柯文哲带到一句，柯文哲不知道有没有讲这句话，但是黄国昌讲的跟真的一样，他用这个来号召小岛。他说，柯文哲自己可以被牺牲。但是民众党不能被牺牲，讲的跟黄花岗72烈士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完完全全是这个。如果大家仔细想，是黄国昌假传圣旨，黄国昌这个政治赌徒在这一次柯文哲事件里面，他是最大的获益者。明凤，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那柯文哲大家都在讨论说，因为柯文哲不管会不会被延押，就算被延押，那迟早4个月他还是要出来。那当然，除非你说院方再续押，除非要这样子。可是，一般来讲的话，柯文哲就算出来，面对到刚才讲的几位来宾也特别提到，不管你说法律上如何，但是在人设上面，在各方面这些，柯文哲要怎么样去面对？小草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很信他，但其他的一些的质疑呢，他要怎么去解释这些？民众党所有的人会跟柯文哲之间还要绑得这么密吗？可是目前问题是。还是绑得很密啊，那黄国昌也没有要切割的意思啊。黄国昌就是现在一副那个忠心耿耿的样子，然后呢，就是一副我是那个阿北的接班人。所以说，我觉得就说在这个请假期满之后，那个党主席的选举会有变数啦。什么变数？就是说。有人可能因为你现在有中央委员是黄国昌，那蔡壁如如果要选的话，他还要去做党代表，然后还要再去选中央委员，所以最顺手的就是黄国昌是选党主席，就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黄国昌要不要去接？如果阿北是隔1个月，他隔1个月就出来的时候，那我黄国昌为了表态表忠心，我当然不要去接这个位置啊。那我可以说，我可以还是由周瑜修代理。那如果你确定阿北4个月之后都不出来的时候，我再做处理嘛。那所以说，现在有人就推测说，这场选举就是选完这个中央委员就算了，然后呢，还是继续由这个周瑜修或是谁来做代理党主席。那代理党主席做完，然后等阿北的情况，因为你当时陈水扁也是说4个月以后就出来，但是后来。也不晓得检方用什么理由，就是你没有这个就是不让陈水扁就一直关到服刑嘛，所以说这个都是变成中间有1个月的变数嘛。所以说这个都是变成中间有1个月的变数嘛。那你现在柯文哲你要不要出来？柯文哲现在他能怎么如何交代？他讲的话，他继续就讲民众党那一套啊，我是清白的，我是烈士啊，是政治追杀。对，然后我是为了台湾人的，我的清白就是代表台湾人的未来，然后呢，我就是代表公平正义对抗赖清德，这不就是
民众党的说法吗？所以说有人就最近做民调做的这一题啊，有70%几的人都不相信这一套。我觉得阿伯很难自圆其说，他一定会说政治迫害或怎样。那他现在担心沈庆金跟这个，我觉得我比较意外的是他担心彭振声干嘛？彭振声好得很，每天都走的对，现在是沈庆金每天都要坐轮椅，然后就开始骂那个检方说你把我关到这个走不了路啊或怎样。事实上沈庆金也是好得很啊，他的什么就医。要么就是几天在医院而已，其他都是在监狱里面的病舍。病舍就是表示说你不用有很严重而已，然后呢就回来这个普通的这个监狱里面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沈庆金的健康也不用担心，可是他就是碎念，因为可能太久没人跟他讲话了吧，或者怎样。不过现在看，浩之，可不可以简单告诉你，刚刚有特别提到2028，其实凭良心讲，如果真的这个案子打下去。2028要定验，因为一般这种案子，你说打个5年8年的，大有人在。但是不管定不定验，柯文哲就算你说不管严压与否出来以后，他的政治未来还会再往上走吗？我觉得因为整个人设崩坏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他原本希望的是靠2026能够 N+1，能够有一个声势，甚至我还能够选几个县市，甚至直辖市，然后我才有往2028攻的基础。你现在2026就已经崩掉了。你觉得他们连2026都崩？因为我觉得他原本的 N+1现在已经达不到。第一个，你盘变小了；第二个，你钱的状况流得这么乱的时候，你怎么去捐钱？原本的状况，原本按照他那个今年选总统那个声势的话。其实你想想看，我只要到哪一个选区，他只要选区提我一个，对，15%起跳的，然后小草又一直捐钱来，我提名我就当选，所以很多人会来嘛。现在的状况可能除了现在党中央这几个比较有名的还会想要选之外，我说一般的民众，一般的本来有想法的，可能都打退堂鼓了，因为你一上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帮自己选举，是帮柯文哲辩护嘛，这个就很难嘛，所以你26没有了。你28自然也不太会好了，而且我就一直在讲说，我觉得民众党现在是一个在分家产的一个状况嘛。那你说像黄国昌，当然现在他是最大股嘛，我觉得也不能，他的状况或许代传神谕吧，好像现在就是那个讲那个孙中山跟蒋介石一样嘛，因为反正我现在最大嘛，我就很努力在喊说柯文哲。如何嘛？因为其他的，你像黄珊珊，前一阵子钱的事情搞得乱七八糟，金华城的案子，你就算没有在里面参与重要角色，你也是有参与嘛，对不对？你又不那个东西你切不干净，所以你帮他背书，谁听得下去？那蔡壁如又很遥远。那黄国昌现在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那个2年条款应该是会废掉因为柯文哲他现在需要人帮他去帮他。需要政治，他一出来就需要政治能量去对抗。新手上来对他来讲一点帮助。我一下换了8个名不见经传的，我怎么搞啊？可是黄国昌的状况就是说，他还带了那个部分区第15名的李珍秀，就是说他也做2手准备嘛，万一你要的话，这就是第2个陈琬惠。OK， 那我现在状况就是不断的去收割那个挺柯能量。那我觉得他也不会选党主席。OK， 我要票不要权呐。OK， 好，你说到11月5号以前，这个日子有非常多的一些，第一个，那柯文哲主席有严压的时间，要在11月5号以前要决定，好不好？这2天如果台风的话，那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变动？包括北院那也都讲他们有预备的一些的停期，那不会有超过了一些时间的问题。好，第二个，对全球来讲的话，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美国大选要投票。明凤，他们已经有先期投票的一些。如果你算人数，虽然他们是选举人团制，可是如果以总人口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投了大概1/3了。你如果一路这样投下去，好，到底结果是谁？到现在也没有人敢跟你讲一定是谁啊。没有啊，你知道听股票的人都知道是川普，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川普一讲话，那个台积电就会往下跌，然后台积电是全指股，然后就会大跌，因为我们股票已经跌2天了，然后就说啊，然后就安慰自己说啊，第一天
好像跌的比较多，第二天已经跌比较少了，所以讲股票也会说啊，大家就知道谁会当选了。那所以说，但是问题是，其实全球人都错挨蛋呐，像像我们这个股票，像北京也是一样啊，北京又做了45兆的准备。只要川普当选，他就已经准备45兆。他平常的他1兆，他这个预算通常是10兆的人民币哦。可是他现在做了45兆的这个台币啊，45兆是台币的准备，你就知道，就差不多要1年。对，你就知道他多担心。他因为他觉得川普一定会发动很多的关税制度等之类的。那到底川普会不会当选呢？那其实照目前来看，其实大家觉得，因为民调到了就是前2个礼拜，其实有反转，就是说也不晓得贺锦丽为什么就突然下去了啦，好，然后这个川普就上来了。那所以说，看前他们有提前投票、通讯投票嘛，那现在大概有4300万人就提前投票了，而且根据他们的数据公司来分析的话，这提前投票人的人呢，大概是有几种人。第一个是年纪比较大的，第二个是白人，而且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然后在这种在7大摇摆州也是普遍存在这种情况。那像这种人，就说我白人，然后呢，我年纪比较大的人，大概都会支持川普这种人，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川普在这个声势上面好像比较领先呐，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30岁到39岁的选民投票人只有占9%而已，比4年前的12%还要低，比4年前的选民的白人比4年前的43%比较高。那所以说，因为当时前几次在炒贺锦丽是有色人种，然后奥巴马去帮他讲话，可是又讲得不好，又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就说。他好像很训斥说，你们白人为什么就不能够投女人，不能投有色人种等等的？可是这种那一场这个奥巴马的效果被媒体评为是不大好的效果，所以这个提前投票人，大家根据数据分析，好像共和党就是川普会占的比较多数这样子。那其实美国的 AP 民调就是美联社嘛，美联社他也是说这个也是预测。好像应该是预测川普会当选吧，否则为什么40%的选民会选后会有政治暴力呢？还是那这有政治暴力，到底是川普当选还是不当选？应该是不当选吧。就像4年以前，对不是川普没有当选，还围国会山庄，然后弄了一大堆。川普也因为这个样子。他因为这个样子也有被起诉一些案子哦。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忧虑比较好啊，比较符合我们的。那至于北京到底喜欢谁？其实北京虽然嘴巴说是45兆在做准备，可是北京的人还是希望川普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川普一上来，他就会美国的孤立主义又开始。因为你看拜登在这4年里面，他串联了多少这个欧洲联盟的反中围堵中国的这个，然后还有。东亚的这个所谓北约化等等，这个都是拜登民主党的一个所谓的政策，对于中国是真正有压制力跟杀伤力的。可是川普呢？川普来讲，他虽然现在声势很大，就是说我这个一定要启动对你们中国的什么关税怎么样。可是川普是生意人呐，生意人就好讲话了，有钱就可以那个嘛。那你现在连北韩的金小胖他去参加乌克兰战，他不是也是要钱吗？生意人就好讲话了，有钱就可以那个嘛。那你现在连北韩的金小胖他去参加乌克兰战，他不是也是要钱吗？因为现在今年北韩那个好像内部的问题更严重，所以然后美日韩又开始联盟起来做一个高峰会，所以对北韩的威胁也很大。可是如果川普当选，他就会破解这些联盟啊，所以对北韩来讲，也许他也很希望这个所谓川普当选。所以川普跟贺锦丽的差别就在于未来的世界，可是很多人也说，川普当选之后呢，可能世界大战
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了。对，那但是问题是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其实都很害怕啦，都很害怕，所以中国就准备了45兆OK， 当然你说这所有的我们最关心的一定是不管谁当选。台湾那包括我们自我的防卫啦，或各方面啦，或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是怎么样？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但是最近出现的一场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非常值得大家特别的关注。这个过程为什么特别关注？不要忘了，中华民国一直在打造我们现在是一个叫刺猬岛，飞弹防卫各方面的防卫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任俊，我为什么说这次以色列去打伊朗这一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这一次以色列去打伊朗，很难想象战机奔袭千里，中间经过几个国家，没有人能拦，是他直接打伊朗，伊朗没有一架飞机敢升空，因为你所有的包括飞弹啊，包括所有这些阵地，没有一个能用，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因为这次以色列确实因为它跟这个所谓伊朗并不是在，尤其像黎巴嫩，它不是说这个接壤的地方，对，那它其实有经过其他几个国家。那最早的时候，事实上有提到说，中间有经过的这些国家，事实上它的这个所谓的领空权的部分，也没有支持愿意让以色列来使用所以看起来是不是在这次里面开了绿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讨论但第二个，我觉得要提一下，就是说，因为以色列这一次去空袭这个所谓的黎巴嫩事实上引发非常大的反弹，因为他去攻击了一个多层式的建筑物。那这个多层次的建筑物里面现在看起来是酿成将近93人死亡的这件事情那以色列我特别看到一下他们发布的讯息是这样说他们还在厘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死伤？因为以色列是说他们之前已经有先公布了说我要轰炸这里，所以我有呼吁你要离开。那现在对于黎巴嫩这边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现在杀死的这一些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那你如果说按照以色列说法，说我当时在进行一个类似像追捕行动，而且是针对单一特定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平民在这件事情上面造成上？那所以以色列是说他们要再查，但问题是你的这一个会不会变成你未来你即使师出有名，会不会到最后变成师出无名我觉得这个是以色列他必须要面对的。但是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在这一次里面说以色列他去空袭轰炸伊朗，居然说100多架战机没有一架敢升空去迎击我觉得这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第一个，因为如果这个伊朗它其实获得像F-35或者像这些所谓的先进的这个5代战机来讲，那就有的这个所谓的防空系统或者我的雷达侦测，伊朗有没有能力或者其他有没有能力去侦测到这些战机？那我今天战机升空之后，我看不到别人，可是看不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以色列它拥有的都是所谓的视距外的武器，那对于现在伊朗自己本身拥有的这个3代的战机或者你搞不好有4代战机，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如果都没办法侦测，我说实话，你上去就是让人家打好玩的，所以变成就是为了要维系我的战力上面的保存，反而变成是没有人敢升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伊朗自己本身所使用的这个防空系统比较大的是一个所谓的俄罗斯所做的 S-300型那 S-300看起来很大一管你在照片上面这个看起来非常大一管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一个装备，但是如果你的速度也没人家快，再来就是说呢，你的侦测能力，你的雷达的这个子参你也抓不到人家的时候，你的那个变成是大型的废弃物，我真的必须讲是一个大型废弃物。那对于俄罗斯来讲 ，S-300型事实上卖到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它后来有 S-400吧，我印象中就如果 F-300它现在被发现到，就是说面对新一代的这个战争，因为你无人机你也抓不到因为它太小了嘛那如果新一代的战机你也抓不到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完全没有办法？好，那这里面会挑战其实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是它还包含在这个所谓的俄乌战场里面那乌克兰现在整体的状况，老实讲乌克兰也面对两难因为有些国家希望它停了OK， 但是呢，现在俄罗斯传出来讲说，它会不会使用的是回到最原始的战争的方式？也就不要跟我讲高科技啦，高科技太累了我真的要威慑你，最有办法的是会不会要使用到核武？俄罗斯现在放出的讯息说呢，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在普丁的视察下进行所谓的新一轮的这个核武演习。那这个演习事实上过去普丁一直不断的在呼吁，就是说莫斯科应该要去重新调整我使用所谓的核威慑的这个手段的时候，我的规则是不是要有一些的这个方式要有些调整？那意思是什么？
我不再受限在你相关既有规定当中啊。我如果一放宽，就代表什么？代表的是我不见得真的打。但我告诉你，我的游戏规则改了，我真要打的时候，我就可以打。那这个其实也包含到说，法新社其实有提到说，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一些讯息被拦截到，是讲说，他们其实在这个可能在没有通知知会各国的状况下，他们有没有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具有战略嚇阻力量的演习？当然啦，法新社有提到说有没有发射洲际弹道飞弹，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难跑得掉，因为现在卫星都抓嘛但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整体来看，就是说以色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现在一直在告诉大家讲说，我就算杀死了你们这个什么最高领袖或是什么的，其实阻止不了我报复的决心。但问题是，当你把报复的手段弄到一般的民众，这么多人死伤的时候，你以色列要不要再继续扛住这种压力？刚刚提到这个大选啊。你知道吗？因为贺锦丽他们这些人事实上只要表达说支持乌克兰，你知道他们那些阿拉伯裔的那些选民事实上很多人是反弹的。那你这里面会不会到最后也去影响你美国大选的结果？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以色列这次奔袭伊朗的这个绝对会变成我们在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环。以色列不是第一次。他们其实在这个可能在没有通知知会各国的状况下，他们有没有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具有战略嚇阻力量的演习？当然啦，法新社有提到说有没有发射洲际弹道飞弹，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难跑得掉，因为现在卫星都抓嘛但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整体来看，就是说以色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现在一直在告诉大家讲说，我就算杀死了你们这个什么最高领袖或是什么的，其实阻止不了我报复的决心。但问题是，当你把报复的手段弄到一般的民众，这么多人死伤的时候，你以色列要不要再继续扛住这种压力？刚刚提到这个大选啊。你知道吗？因为贺锦丽他们这些人事实上只要表达说支持乌克兰，你知道他们那些阿拉伯裔的那些选民事实上很多人是反弹的。那你这里面会不会到最后也去影响你美国大选的结果？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以色列这次奔袭伊朗的这个绝对会变成我们在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环。以色列不是第一次，你回头去看几次以阿战争的时候，全面一开始以色列大获全胜，打的阿拉伯国家头都抬不起来，因为以色列那时候是富国，整个愤怒的怒火。但是后来，那当空战之间跟坦克之间的对战悬殊了比例以后，阿拉伯国家包括叙利亚、包括埃及，所有这些国家不是笨蛋，不是吃素的，开始引进俄国的沙姆飞弹。后来再一次的以阿战争，以色列吃到了苦头。后来再下一次以阿战争，以色列采取了跟这次一样的做法，他先把你的飞弹阵地全部打盲，飞弹阵地没有你搜不到任何东西，你的飞弹阵地就跟瞎了眼一样。所以后来一次以色列再一次大获全胜，以色列这次一样。我先打你的所有的飞弹阵地，全部打掉，然后我的 F-35，你的所有的飞机跟我根本就是我看得到你看不到我，这仗怎么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盲剑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刺猬岛，所以在未来如果两岸真的不要发生任何一些，大家都希望春暖花开，万一真的有任何冲突，老共不会去看这些吗？我们当然也会防着这些，到底这之间攻守之间该怎么办？将军，我们现在第一个无人机我们大量引进。第二个，我们一定会，你会注意到前一阵有媒体讲说，包括我们的一些飞弹的阵地啦，所有这些是不是其实大家都看得到？那这是不是隐忧？那当然我们有出来跟你讲，我又不是傻子，我给你看的是你一定要就是要给你看的。但是我真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机动的飞弹车啊，所有这些，可是从刚才那个例子到现在，我们引进无人机，然后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操演，包括常态19号操演没有剧本，所有这一切就是在做一个在未来你不知道。是不是可能随时面临到一些状况？装甲旅对抗就是长字辈的操演，常态、常胜、常青。我做过旅长，我做过对抗旅的旅长。为什么要在11月左右来对抗？各位知不知道？因为这段时间海上的东北季风开始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抽调2个实兵部队来对抗，海上的威胁相对降低。你不能选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时候对抗啊。你适合对抗。老共也适合登陆啊，所以这个演习的时间是经过推敲的。但是呢，虽然是经过推敲，可是这2个单位出来对抗的时候，它的防务还是有单位接替。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传统的装甲旅对抗。那这是什么拍的呢？这是无人机拍的。因为这一次的装甲旅对抗包含了无人机，它有加入演习。我们以前演习的时候是没有的，这次有，而且呢，后备部队纳入对抗，也就是我在节目上常说的。我到了这个地方去，
例如说我到这个宫庙去，我要集结我的勤务队哪里来？这次连后备部队一起动员，军事勤务队纳入动员，这是对的。OK， 从严从难，然后他们练的4练：练技、练胆、练力、练指挥。那这4项练胆跟练指挥是干部，指挥干部。那练力跟练技是由兵的，所以这一次就是练力、练技、练胆、练指挥试练。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各位很多人跟我讲说，这个美国的无人机卖得太贵了，总共加起来快要4亿美金呢，很可怕都是陆军在买的那这一次大家说这个这个所谓弹簧刀300跟600，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听我解说完，你就发现这一点都不贵，因为大家可以看这像什么，像不像一个迫击炮？这个无人机像不像一个迫击炮？这样子砰把它抛射出去。大家晓得60炮是步兵连的建制武器，它的抛射出去，它的这个所谓的射击距离大概是3公里以内，那么还要一个观测官 ，OK， 还要经过一组人的训练，还不见得打得准。可是这个无人机如果我以这个所谓的弹簧刀300来讲，它的距离300，它不是3公里它可以跑30公里。然后呢，它滞空时间20分钟，需不需要前进观测官？不需要。你只要经过了情报告诉你前面这块地方可能有敌人，它就飞上去之后再来找位置。它可以飞20分钟，而且可以把前面所有地面的部队状况透过影像、影音坐标传回来。所以说，它不只是一枚所谓的破炮弹，会飞行的破炮弹，它还是兼具了一个尾顶征收，把前面20分钟它可以飞行到距离里面30公里内所有的敌情回传。OK， 那你想想看，省掉了观测官，省掉了训练，省掉了风险，最主要是它的滞空时间20分钟，你觉得不够久对不对？600，弹簧刀600，滞空时间2小时，它的打击范围高达160公里，这比所谓的4.2炮我们传统的这个步兵武力它强多少倍 ？OK， 4.2炮才打40公里它可以打4.4公里，4.2炮打4.4公里，它可以打160公里。那你想想看，省掉了观测官，省掉了训练，而且操作手省掉了5倍以上的操作手。所以我讲以训练成本，以所谓的情报成本，以征收成本，以精准打击成本，这便宜。但是呢，我觉得要纳入演练。最后讲到，大家可以看为什么老是习近平一直要问美国，你到底有没有反台独？你有没有这个反制台独？美国一直说没有，我只是不鼓励，我并没有反。为什么？因为美国永远都是中国心中最大的一个心魔，他跨不过去。无论他的军力再强，永远跨不过美国，所以他永远要探美国的口风。所以这段时间，台湾如果能够精益求精，各项的装备真打合一，然后跟周边的国家能够紧密的结合。中国永远都在探口风，为什么？他们的实力永远没有办法跟世界一流的国家来做对抗。美国总统大选那即将快揭晓了 ，OK？ 那到底会是谁当选？当选了以后，对整个国际局势，尤其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那大家都在观察这一段。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个严阿田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明天有没有台风的状况，然后会有任何一些的影响？但后续来讲的话，整个案子会怎么样演变？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我们明天见，拜拜。